男人瞄准一只正在进食的北极熊，可不仅没有打中，反而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几人吓得连忙后退，而北极熊似乎并没有追上来。他们疑惑地走上前一看，发现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北极熊竟然倒在了雪地里。就在他们懵逼的时候，一旁的长毛发现了端倪，原来刚刚北极熊所吃的食物竟然是一只上古猛犸象的尸体。他们把北极熊带回了实验基地，强哥还给自己的女儿打了电话，让她赶紧到实验室来。可刚挂完电话，北极熊就离奇死亡了。经过研究，他们发现猛犸象才是罪魁祸首。于是强哥打电话给飞行员小黑，叫他阻止自己的女儿，千万不要让他们过来。可小黑根本就拦不住倔强的小爱，迫于无奈，小黑把他们送到了实验基地。可等他们来到屋内，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，里面还充斥着难闻的气味。几人把实验室找了个遍，却只发现一头死去的北极熊。原来臭味就是他发出来的。不怕死的小黑还依靠着北极熊拍照，浑然不知自己就要大祸临头。突然哭哧一下，小黑好像被什么东西咬到了手臂。他们天真的以为是跳蚤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殊不知北极熊就是吃了猛犸象的尸体，感染了某种远古病毒而死的。这种病毒会寄生在人体或者动物的身上，然后迅速繁殖产卵。强哥的2个助理已经感染了病毒，而男助理已经领了盒饭，另一个女助理也快不行了。找不到父亲的小爱用对讲机呼叫，女助理听到了小爱的声音，她很惊讶，不是叫你们不要来吗？她拿着对讲机找到强哥，得知女儿还是来到了实验基地。强哥也非常震惊，但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叫女儿不要离开实验基地。而面对女助手的质疑，强哥并没有解释，女儿的到来也在他的意料之外。接着和另一个助手交头接耳，似乎在谋划着什么。女助手察觉到了异样，她拿起枪击毙了强哥和另一个助手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爱透过窗户看见有人朝实验基地驶来，可等他出去查看的时候，却发现车上并没有人。最后在直升机里发现了强哥的女助手，她已经奄奄一息，在病床上，女助手不断的说对不起。没过多久，她就离奇死亡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黑的手臂开始恶化，被咬到的地方奇痒无比，而其中一名女同学也被咬得全身是伤，事态逐渐变得失控。